Hi everyone, I'm Charlie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查理胖胖，喜欢我记得订阅哦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仙台，或许是因为这里没有东京的急躁，却有着一种属于森林之都特有的轻盈。今天的旅行不赶路，我们就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寻找那些藏在云端和街角的小确幸。第一站去一个秘密基地，就在车站旁的 A1R 大厦，直奔31层。这里的展望露台是免费的，但它给你的视野却是无价的。提到仙台，你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？是美味的牛舌，还是威风凛凛的独眼龙伊达正宗？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能瞬间穿回400年前，感受战国大名尊崇与荣耀的地方——瑞凤殿。出发去瑞凤殿非常简单，起点是 JR 仙台站，最推荐的交通方式是搭乘仙台市内的观光循环巴士 Looplu 仙台，从仙台站西口的16号巴士站上车。这辆复古风格的小巴士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有一班，建议大家买一张 Looplu 仙台一日券，因为只要搭3次就能回本，而且凭券在瑞凤店买门票还能享受折扣哦。下车后迎接你的是一段充满禅意的上坡路，这段路被高大的杉树环绕，空气清新的让人忍不住想多吸几口。虽然有一段石阶要爬，但沿途的风景绝对值得。夏天有绣球花，秋天则是满山红叶。步行大约7分钟，那座华丽的建筑就会出现在你眼前。这就是瑞凤殿，仙台藩初代藩主伊达正宗的陵庙。瑞凤殿不仅是一座陵墓，更是一件巨大的艺术品。它在寂静的林间诉说着仙台这座城市的起点与辉煌。回到仙台车站，步行的距离就能抵达名挂町商店街，这是仙台最古老的步行街之一。高高的透光拱顶遮住了突如其来的阵雨或烈日。中午12点30，奖励时刻到了，我们在名挂町附近找到了这家烧肉和昂。在这里，每一片牛舌的纹理都是艺术品，入口即化的油脂是对辛苦工作了1周的自己最好的奖励。当那股油脂的香气在舌尖扩散时，会觉得为了这一口，飞越几千里来仙台都是值得的。吃饱喝足，多巴胺需要一点额外的补充。走进西普拉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瞬间退化到了5岁。上千台扭蛋机密密麻麻地排开，这简直是成年人的解压黑洞。永远不知道这几百日元投下去会赚出一个什么样的惊喜，这种未知的快乐真的会上瘾。在这个小小的机器前，你可以暂时忘记 KPR， 忘记账单，只为一个彩色的塑料壳心跳加速。夜色渐浓，仙台的风带了一丝凉意，
这时候胃最想念的是一点点刺激和温暖。晚餐我选了七宝麻辣烫。在日本能吃到这种正宗的药膳麻辣烫本身就是一种幸福，几十种蔬菜、丸子、粉类整齐地摆在冷柜里，这种选择自由的过程极其治愈。汤底用了几十种汉方食材熬制，辣而不燥，带着一股醇厚的草本香。当这一碗洪亮的热汤端上来，氤氲的热气扑在脸上，所有的疲惫都被这股麻辣劲儿带走了。这不仅仅是一碗面，更是异乡夜晚里最温柔的抚慰。谁说早餐只能吃饭团？在靠近港口的仙台，早起吃顿海鲜才是正经事。今天的目标是回转寿司 Misaki， 这里最有名的就是特制的赤醋饭，米粒饱满且带着淡淡的醇香，最能衬托出海鲜的甜美。去过松岛，才算见过了真正的东北。今天决定暂时关掉闹钟，从仙台出发，去见一见传说中的日本三景。在仙台站搭上 JR 仙石线，记得一定要坐往石卷方向的车。窗外的城市建筑慢慢变成了开阔的海景，不用赶时间，因为松岛本来就是用来虚度时光的。出站走几步，海风的味道就扑面而来。来松岛的第一件事一定是跳上一艘游船，随着汽笛声响，船只缓缓驶向海湾。这里错落有致地散布着260多座小岛，有的像戴着帽子的老翁，有的像威严的武士，每一座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。下船后穿过马路，喧嚣瞬间褪去。日岩寺这座由伊达正宗倾力重修的国宝级禅寺，藏着澳洲最深的静谧。道路两旁参天的杉木林，像是守望了数百年的卫士。指尖划过斑驳的石窟，这里不仅有武士的豪情，更有禅宗的清幽。在这里慢下来，听一听风穿过林间的声响。走过虹桥，去探访那座悬在海边的五大堂。脚下的透桥缝隙很大，足以看清下方的海水在翻滚。这种低头看路的修行，大概是前人留下的某种生活哲学。顺着岸边走，就是五大堂了。这里的透桥有个有趣的说法，桥板之间留有缝隙，是为了让你在走过时必须低头看路，这寓意着我们要脚踏实地，审视自我。透过木缝看着脚下的海波，
那种微小的心跳加速，大概也是松岛独特的仪式感吧。转过身，走进瑞岩寺的领地，那是另一种氛围，肃穆威严，充满了时间的厚重。伊达正宗公亲手栽种的梅树，还有那些开凿在岩壁上的修行石窟，他们在阴影里静静地讲述澳洲数百年的兴衰，在杉木林的婆娑影子里，心也跟着沉静下来。这是热闹的松岛海岸商店街，这里是整趟行程里最有温度的地方，空气里弥漫着炭烤海鲜的香味，勾得人食欲大增。一定要试试这里的烤鱼糕，可以亲自在炭火上翻转，看着它慢慢变成金黄焦脆。当然，绝对不能错过松岛名产牡蛎。不管是现剥现吃的生蚝，还是香气四溢的炸牡蛎汉堡，每一口都是大海最慷慨的馈赠。如果说没吃过牛舌就离开仙台，那这场旅行注定是不完整的。午餐我回到了名挂町，选择了最经典也是最让人安心的牛舌炭烧利酒。炭火的高温迅速锁住了牛舌的汁水，师傅熟练的翻动，空气里全是那种肉类焦香的味道。这里的牛舌切得极厚，咬下去的第一口是脆的，紧接着是肉质的 Q 弹与鲜嫩，配上一碗加了大量葱丝清澈见底的牛尾汤，还有那一碗软糯的麦饭，这就是仙台的味道，厚重诚恳，让人满足。带着胃里的满足感，我踏上了去机场的电车。25分钟的车程，窗外的景色从繁华的商圈慢慢变成了开阔的平原。旅行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，带着一份未完待续的胃口，奔向下一个目的地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